你身邊一定有這種女生，長得不算漂亮，身材也一般，穿的也不是什麼名牌，但她身邊的男人一個比一個優秀，而且每個都像中了邪一樣對她好。反過來看那些公認的女神呢，臉蛋身材樣樣不缺，卻總是在感情裡跌跌撞撞，甚至被當備胎。你有沒有想過，她到底做對了什麼？我是 Maggie， 今天我要拆解他們不會告訴你的10個心理學武器。這10招跟你的長相、身材、錢包深度全部無關，而是直接作用在男性心理的潛意識開關上。特別是第7招，絕大多數女生都做錯了，還以為那是自己溫柔體貼的表現。所以請你一定要看到最後。好，我們直接開始。很多女生遇到心動的男生，腦子裡第一反應是什麼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他在看我，快低頭假裝玩手機。你以為這叫矜持？在他眼裡，你就是一個對他沒興趣的人。社交心理學有個很簡單的發現，光是眼神對上還不夠，但如果对視的瞬間，你能給出一個大方的微笑，建立連接的幾率會大幅提升。一個微笑直接傳達了我注意到你了，而且我对你印象不錯的信號。所以高段位的女生是怎麼做的呢？她們會用3次回眸法則。第一次，在人群中，你的目光不經意地跟他對上，看1秒，帶點小驚喜，輕輕移開，這是在制造偶然。第二次，過一會兒，你的目光再次飄向他，這次他看過來時，你別再躲了，直視他的眼睛，給他一個持續2秒的發自內心的微笑，然後從容地轉過頭，繼續做自己的事兒，這是在釋放一個清晰的邀請。第3次，當你感覺他的目光還在你身上，你再看他一次，這次的笑可能更深一點，更久一點，帶點俏皮，好像你們之間有了一個小秘密。這3次回眸就像往平靜的湖面丟了3顆小石子，一圈一圈的漣漪會在他心裡盪開來。你一句話都沒說，卻已經在他心裡種下了一顆好奇的種子。他會開始想，他是不是對我有意思？他笑起來真好看。記住，吸引力不是苦苦追求，而是輕輕一勾，讓他自己游過来。那如果3次回眸之後，他完全無視你，甚至刻意移開目光呢？恭喜你，你在5分鐘內就篩掉了一個不值得的人，省下了可能浪費幾個月的時間。這不是失敗，這是效率。好，當你們有了初步好感，下一步就是拉近物理距離。這一招很簡單，在適當的時機靠近他，用一種只有你們倆才能听得到的音量說話。在有點吵的派對上，你提高音量喊，我覺得這音樂很好聽。他點點頭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。你自然地向他靠近一步，身體微微前傾，湊到他耳邊，用氣音說，我跟你說個秘密，其實我覺得這音樂有點吵。同樣是聊音樂，但後者完全是另一個檔次。為什麼？因為身體靠近本身就打破了社交安全距離，進入了曖昧的個人領域。而耳邊私語這個行為，在人的意識裡本來就屬於親密關係的互動，溫熱的氣息、輕柔的聲音會直接刺激他的感官。你不需要說什麼了不起的情話，內容甚至可以很無聊，重要的是那个靠近和低語的動作。他在無聲中說，這一刻我的世界裡只有你。當然了，如果你湊過去的時候不小心打了個嗝，那這招就直接作廢了哈。第3招可能會顛覆你的認知。很多善良的女孩都怕麻煩別人，什麼事兒都自己來，換燈泡、修電腦、搬東西，好像樣樣精通才是新時代女性。這當然是很好的品格，但在兩性關係剛開始的時候，太過度的不麻煩，其實是在關上讓別人靠近你的門。
人際關係的本質是價值交流和情感流動，而麻煩和被麻煩恰好是創造這種流動最快的方式之一。當你請他幫忙，而他也真的幫了你，他就在你身上投入了時間和精力，這種投入會讓他潛意識裡覺得你更重要。心理學上管這叫富蘭克林效應，幫過你的人比你幫過的人更容易喜歡你。就像你問他借一本書，或者請他推薦一部電影，一借一還，這不自然就有了2次見面的理由嗎？所以高段位的女生非常懂得怎麼制造麻煩，但注意，不是讓你變成一個生活白痴，而是有策略地暴露一些無傷大雅的小弱點。比如，你可以假裝瓶蓋擰了半天擰不開，然後帶着一點無奈又可愛的表情，把水瓶遞給他。我的力氣好像用完了，可以幫我一下嗎？或者在聊電影時說，哇，你懂好多哦，我對这個導演不太熟，下次你可以推薦幾部他的經典給我嗎？看到了嗎？這些麻煩都是他輕易就能完成，並且能從中獲得成就感的小事。你的求助不再是索取，而是在給他一個展現自己的機會。記住這句話，男人愛的往往不是那個完美的女神，而是那個讓他感覺自己像個英雄的女人。但如果你請他幫個小忙，他表現得很不耐煩，甚至直接拒絕，不用難過，這說明他對你連基本的善意都沒有。你要感謝他這麼早就暴露了自己。好，你發現了嗎？前面這3招的核心其實都不是在討好他，而是在引導他。就像下棋，你不是追着他的棋子跑，而是通過布局讓他自己走進你設計好的棋局裡。接下來的升溫篇，我們要開始加大力度。當你們互動越來越多，是時候在潛意識層面建立更深的連接了。這一招叫鏡像效應，人們會無意識地模仿正在跟他們互動的人的姿態和動作，而這種模仿能明顯增加彼此的好感和信任。高段位的做法是像面鏡子一樣，不着痕跡地慢半拍地模仿他。比如他拿起水杯喝水，你10秒後也自然地端起你的杯子。他身體後傾靠在椅背上，你也在聊到下個話題時放鬆身體，採取類似的姿態。如果他有個口頭禪，你偶爾也用一次。這種模仿會讓他產生一種莫名的熟悉感和安全感，覺得跟你特別有默契。他說不出為什麼，但就是會覺得你好像是全世界最懂他的人。如果說語言是溝通的橋梁，那肢體接觸就是點燃曖昧的火花。但有90%女生在這一步上，要麼太大膽，要麼太膽小。太膽小，從頭到尾保持安全距離，連衣角都不敢碰到；太大膽，還不熟就拍背勾肩搭背，直接把曖昧變成了兄弟。高段位的做法是創造合理化的意外碰觸，讓每一次碰觸看起來都像一個美麗的意外，而不是你刻意在釣它。這裡有3個經典場景，你可以學起來。第一，過馬路時的輕拉，綠燈亮起，人有點多，你很自然地輕輕拉住他的衣角或手臂，哎，小心有車。過完馬路馬上鬆開，短暫合理，但充滿了關心和依賴的暗示。第二，分享手機內容時的指尖相觸，你拿手機給他看有趣的照片，他伸手指屏幕的时候，讓你們的指尖不經意地碰到，那0.幾秒的接觸會像電流一樣穿過他的身體。第三，並肩而坐時的膝蓋碰觸，在沙發上並排坐着時，假裝調整坐姿，讓你的膝蓋輕輕碰到他的膝蓋，然後不要立刻移開。如果他也沒有躲開，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。但反過來說，如果你的膝蓋碰到他，他立刻閃開了，沒關係，這就是你的答案。收回你的好意，把精力留給值得的人。
這些碰觸的關鍵在於輕和短，它們像羽毛一樣輕輕撩過他的心，讓他意猶未盡。好了，我知道你現在心跳可能有點快，先深呼吸一下。前面5個法則，你覺得自己中了幾個？或者你曾經對別人用過哪一招？效果怎麼樣？在下面留言告訴我。好，接下來2招更厲害，能做到的女生不到1成。除了碰觸，你的身體姿態本身就是一本會說話的書。很多女生為了表現自信，不自覺地做出防禦姿態，雙手抱胸，身體後縮，這在潛意識裡傳達的是別靠近我。而高段位的女生懂得用身體展現一種無害的柔軟。第一，撩髮與露頸。跟她聊天時，不經意地把一側頭髮撩到耳後，露出脖子和鎖骨。頸部是身體比較脆弱的部位，大方地展示它，傳達的是信任和放鬆的信號，在男人眼裡非常有吸引力。第二，微輕的頭部，專心聽他說話時，把頭微微傾向一側，這個小動作讓你看起來充滿好奇和專注，極大滿足他的表達欲，同時也會讓他覺得你在認真的、柔軟的接收他說的每一個字。這些動作的精髓在於慢和自然，你不是在刻意表演，你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，而他只是剛好被你不經意散發的魅力給迷住了。好，終於到了第7個法則。在講這一招之前，我先說一件我自己的糗事。我以前就是那種秒回型女生。有一次我喜歡一個男生，他發什麼我都秒回，他約什麼我都說好，我以為這就是真心，以為付出一定會被看見。結果呢，3個月後他跟我說，我覺得你人很好，但我對你沒有那種感覺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熱情和吸引力真的是2回事兒。所以這一招是我踩過坑之後最想告訴你的。很多女生一旦喜歡上一個人，就會變成付出型人格，信息秒回，隨叫隨到，对方說什麼都好，她們以為這是深情，但在男性本能裡，太容易得到的東西往往最不被珍惜。你必須成為一隻貓，而不是一條狗。狗的愛，你一回家它就撲上來搖尾巴，無條件的、熱烈的。貓的愛，心情好來蹭蹭你，心情不好你叫破喉嚨，它看都不看你一眼。但奇怪的是，正是這種不確定性讓貓奴們愛得無法自拔。在感情裡，你就要做那隻貓，這就是推拉法則的核心。在給予熱情之後，適時的抽離，創造一種情緒上的過山車體驗。推，給予獎勵，在一起時全心投入，給他高質量的陪伴，用心聽他說話，讚美他的觀點，在他需要幫忙時給他溫暖的支持，偶爾發甜蜜的信息，讓他感受到你的在乎。拉，收回獎勵，不要秒回他所有信息，有時候隔幾個小時再回，然後說抱歉，剛剛在專心忙一個重要的案子。這不僅制造了稀缺感，還塑造了你有獨立生活的高價值形象。偶爾拒絕他的邀約，他約你今晚見面，你說啊，真不巧，今晚跟閨蜜約好做瑜伽了，下次吧。你的生活不是繞着他轉的，他需要尊重你的時間。在他表達強烈好感時，適當降溫。他說我真的好喜歡你，你可以俏皮地回我知道欣賞我的人很多，眼光不錯哦，而不是馬上說我也喜歡你。推拉的精髓在於打破他的預期，讓他猜不透你。這種不可預測性會極大地激發他的征服欲。當他開始為你投入大量時間和情緒去猜的時候，他其實已經深深被你吸引了。我知道有人会覺得這些推拉技巧聽起來很心機，但我想說，推拉不是為了操控誰，而是為了保護你自己，不要在一段關係裡失去自我。
還有一點很重要，如果你拉了之後，他不是變得更主動，而是乾脆消失了，那說明他本來就沒有多喜歡你。推拉法则的副作用就是他會把那些淺層興趣的人筛掉，但這恰恰是他最有價值的地方。記住，愛不是單方面的付出，而是一場動態的平衡遊戲。學會推拉，你才能成為那個永遠讓他感到新鮮和挑戰的女人。好，前面7招從布局到升溫，你已經掌握了怎麼讓一個男人注意你、靠近你、被你吸引。接下來3招是收網篇。老實說，能做到第8招的女生不到5%。當關係進入深水區，曖昧和試探差不多了，是時候建立你的原則和底線了。很多女生一遇到不滿意的事，要麼大吵大鬧，情緒失控，要麼忍氣吞聲，委屈自己。想象一下，她答應了你一件事，結果忘了，或者她開了一個讓你不舒服的玩笑，低段位做法，立刻發飆，你怎麼可以這樣？你根本不在乎我。或者自己默默生闷气，等他來猜。你可以怎麼做？什麼都不說，停下手邊的事，收起笑容，然後用一種平靜的、不帶攻擊性但有穿透力的目光，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，就這樣看着他5秒，讓沉默替你說出所有的話。為什麼這招這麼有力量？因為人類天生害怕沉默和不確定感。當你突然打破了和諧的氣氛，用一種不帶情緒的眼神鎖定他，他的內心會瞬間警鈴大作，他會立刻反省，我剛剛是不是說錯什麼了？這種無聲的壓力會迫使他主動來解決問題，而不是由你來發動戰爭。等他小心翼翼地問怎麼了的時候，你再平靜地、簡潔地說出你的想法。你剛剛那個玩笑讓我覺得不太被尊重。你看，主導權立刻回到了你的手上。你沒有情緒化，而是清晰地表達了底線。這種處理方式不僅解決問題，更會在他心裡樹立一個強大的形象。這是一個有原則、不好惹，但又懂得溝通的女人。這樣的女人只會讓男人更尊重、更着迷。隨着曖昧升級，總有一個時刻，他會忍不住試探你的心意。他可能旁敲側擊，我們現在算什麼關係啊？或者直接問你是不是喜歡我？面對這個靈魂拷問，很多女生直接投降，臉紅心跳，害羞點頭。這樣做等於你親手把關係的主導權交給了他。記住，誰先攤牌，誰就失去了主導權。但這一招有個使用前提，你們之間已經有明顯的曖昧信號了。他經常主動找你，身體語言一直在靠近你，朋友都在起哄。在這種背景下，他問你是不是喜歡我，大概率不是真的在問，而是在等你確認。這時候你千萬不要直接回答是或不是，你看着他的眼睛，先愣一下，然後露出一抹意味深長，好像看穿了一切的微笑，慢慢地反問他，你這個問題是在問我，還是在問你自己？所以是你喜歡我吧？這一招堪稱絕殺，他瞬間打破了他的預期，把他從發問者的位置拉到了被審問的位置。原本他來確認你的心意，現在变成你在反問他的動機。這個反問有3個妙處。第一，他非常自信，潛台詞是我這麼有魅力，你喜歡我很正常啊。第二，他充滿挑戰和趣味，你沒有掉進他的陷阱，反而給他設了一個新的局。第三，他把確認關係這個燙手山芋丟回給他了，現在輪到他來向你證明。通常男生被這麼一反問，都會有點措手不及，然後笑着承認，好吧，是我喜歡你。當他親口說出來之後，你們關係的框架就確立了，是他追求你，而你是那個有選擇權的人。就算你心裡已經樂開了花，
也要稍微矜持一下，說一句那我考慮一下。當然了，如果你們還只是普通朋友階段，他這麼問可能只是開玩笑，那你笑一笑帶過就好，不需要在不成熟的時機亮出大招。好，前面9招都是技術層面的，但最後這一招是我最想跟你說的真心話。它超越了所有技巧，是所有吸引力的根基，那就是擁有隨時可以轉身離開的底氣。我們花了9個法則學習怎麼布局、升溫、掌控關係，但這些努力都建立在一個前提上：對方值得你投入，也对你有同樣的興趣。吸引力法則不是巫術，它沒辦法讓一個不愛你的人愛上你，它的作用是放大你的魅力，讓那個本來对你有好感的60分变成90分，加速他追求你的脚步。但是如果你用了这些技巧，对方依然无动于衷，忽冷忽热，或者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那你就必須啟動最後這一招。女王的底線，我的愛和時間都很寶貴，只留給懂得珍惜的人。很多女生在感情裡最大的問題是沉默成本太高，因為已經付出了太多，所以就算對方很糟糕，也捨不得放手。這是最致命的錯誤。一個真正高價值的女人，她的世界是豐富多彩的，愛情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但不是全部。她有自己的事業、朋友、興趣和追求，她的快樂從不依賴任何一個男人。所以當她發現一段關係是單向的消耗她的，她不會哭鬧，不會糾纏，更不會卑微的祈求，她會清晰地畫下底線，然後優雅地轉身離開。這個轉身比你前面做的任何推拉都更有力量，因為它真實地向對方也向你自己宣告：我愛你，但我更愛我自己。我的世界不會因為任何人的離開而崩塌。奇怪的是，當你真正擁有了這種底氣，當男人意識到他們真的可能會失去你的時候，他們反而會更加尊重你，甚至回過頭來追你。但那已經不重要了，因為到了那時候，你會明白，真正的吸引力從來不是你為別人做了什麼，而是你為自己活得有多精彩。最後，我想給你一個畫面，想象一下，幾個月後的某個週末下午，你一個人在咖啡廳看書，陽光從窗戶灑進來，你喝了一口拿鐵，翻了一頁書，嘴角不自覺地微微上揚。這時候，對面走過來一個男生，他看了你一眼，又看了一眼，然後忍不住走過來說：不好意思打擾你，但我覺得你笑起來真的很好看。你抬頭看他，禮貌地笑了笑，心裡很平靜，因為你知道，他被吸引的不是你的技巧，而是你活出來的樣子。好啦，這就是今天的10個法則。如果你覺得有幫助，幫我點個訂閱，打開小鈴鐺，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期能讓你變得更好的視頻。最後想問你，今天這10招哪一個讓你最有感覺？或者你有沒有自己的秘密武器想分享？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。我是 Maggie，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